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小巧又可爱的花生。那我们这个花生呢，可以当挂件，也可以当摆饰，非常的百搭。无论您新手还是边缘达人，都能轻松搞定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吧。咱们这个花生呢，主要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它的主体，我们采用的是内半针的钩织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挂绳，采用的是锁针钩织。第3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棱角，采用的是在外半针上进行一个引拔。那具体的看我展示。将线拉出，缠绕在我们左手上进行一个圈织。右手拿针，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，我们做一个锁针，然后再将针从线圈内拉出。这时钩针上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就是短针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针圈内钩织6个短针。好，钩织完成，拉紧线圈，我们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因为它这个线圈拉紧之后呢，它第一个针目呢就不是很好拉，那时候我们小心一点穿线。好，那第一个针目，那第一圈就钩织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第2圈。钩织第2圈的时候呢，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用大头针挑出来的这个是完整的针目。那我们接下来整体钩织的话，就是离我们远的这个条纹。离我们远的这个条纹呢叫内半针，那离我们近的这个条纹呢叫外半针。我们全程钩织的是内半针。大家要记住啊，主体全部的采用的都是内半针的钩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钩织第2圈，先做一个锁针为起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呢是刚才我们引拔针目这个地方呢挑它的内半针，然后将线拉出。在这个内半针上面我们共钩织2个短针，也就是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那在第2个针目的内半针挑内半针钩织1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挑内半针钩织1个短针加针。好，那我们按照1个短针加针、1个短针、1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，共钩织2组。那这一圈呢，我们总共钩织10个短针。好，那我们第2圈10个短针钩织完成呢，我们要于第1个针目进行引拔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与我们的第1个针目的内半针进行引拔。好，这样就出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钩织第3圈。第3圈呢，第1个针目依然做一个短针加针。接下来不加不减钩织3个短针。好，那继续在下一个针目这里钩织1个短针加针。这样1个短针加针，3个短针，1个短针加针，这样的花样呢，我们共钩织2组，然后一共钩织了14个短针。那我们第3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钩织第4圈跟第5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织14个短针。我们第5圈钩织完成，那开始钩织第6圈。先做一个短针减针，我们挑内半针，将线拉出，挑第2个内半针，将线拉出，钩针上3个线圈一次性拉过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短针减针。然后接下来不加不减钩织3个短针。好，那继续做一个短针减针。那我们按照1个短针减针，3个短针，再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，共钩织2组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一圈总共钩织了10个短针。第6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第7圈。第7圈是不加不减钩织10个短针。第7圈钩织完成，开始钩织第8圈。第1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加针，
然后第二个针目开始不加不减钩织3个短针。接下来继续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我们按照1个短针加针、3个短针、1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钩织2组，这一圈总共钩织14个短针。第8圈钩织完成，我们接下来钩织第9圈到第10圈，全部不加不减钩织14个短针。第10圈钩织完成，那接下来我们钩织第11圈，先做一个短针减针。好，那接下来不加不减钩织3个短针。再做一个短针减针。那按照1个短针减针、3个短针、1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，我们共钩织2组。那这一圈我们总共钩织了10个短针。我们的第11圈已经钩织完成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拉大线圈，然后进行一个填充。咱们这个填充物已经填好了，就是填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已经填好。那接下来我们钩织它的最后一圈，也就是第12圈，还是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钩织第12圈的时候呢，我们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一个短针减针。那算下来呢，我们一共钩织了5个短针。好，最后一圈钩织完成，我们还是于第1个针目进行一个引拔。好，引拔完成之后呢，这时候我们不断线，我们要接下来呢进行一个锁针编织。锁针编织的话，我会一般就是在做10到15个、20个锁针。那我这里呢要做15个锁针，就是将线拉出 V 字形的话就是锁针。好，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吧。我感觉这么长已经够使了，够用了，所以说我用了15个锁针。如果你嫌这个长的话，你可以再减短，做10个。如果你嫌这个短的话，你可以做20个，都可以的，按照自己所需求，自己的喜好。好，那我们还在我们刚才引拔这个地方呢进行引拔，把这个花绳把它引拔住。好，那我们第2部分呢，引拔绳呢就做好了。那开始我们要钩织我们第3部分。第3部分呢，就是做在外半针上面，就是你看这个条纹。好，我们先拉大线圈，我用钩针挑一下这个条纹，这就是我们的外半针。外半针的条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全部在这个外半针上面挑它条纹，然后从这个地方依次到尾部，然后进行一个引拔钩织。那我们这个条纹呢，你可以就是我一般这个花生呢，我是做了4个条纹，你看这样4个条纹，你呢可以做6个、5个都可以的，不规则都行，这个按自己所需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做一个引拔，然后我这个地方不是刚才引拔的时候不是有凸起嘛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缝隙不好看，那我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把它盖住，然后挑针，给它就挑这个轮廓的针，把它全部盖住，这样子的话就会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了。所以说里面的棉我们也看不是很清，然后这样子可以把它遮住。好，我们的一边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做到顶部，做到底部。底部做好之后，你看我一般的习惯是从这条线，然后做到对面这条线上面去，然后你也可以说从这边，然后从这边，然后做到对面去，然后再从对面做到旁边去，这样都可以的。这个规律的话，就是看个人喜好吧。
不一定非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勾，你也可以自己就是觉得自己顺手，哪个地方顺手就勾哪个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后面的这个引拔呢全部钩织完成。好，我的这边也钩织完了，那我就要挑一边，从这边挑旁边的一个引拔针，我也钩一下，然后我再顺着这个条纹，然后按照这个顺序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编织。我们在编织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平均分，相比把它一分为二，然后对称。这两边对称，然后你也可以想着说这边宽一点，这边窄一点都可以的，反正是看照自己觉得这个花生的形状怎么打造完美的话，你就怎么样去打造它的条纹这个棱角。好，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引拔就完成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进行一个断线，断线呢就是。把这个后面呢，把这个线头呢进行一个隐藏。好，那我们线头剪掉线头，看这样一个花生我们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啊？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花生就完成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